今天呢，带你们看一款很厉害的车，给你们一点提示啊，豪华品牌的 MPV 还是纯电车型？想必你们脑海里面已经有答案了，没错，就是沃尔沃的 EM90。作为沃尔沃的第一款 MPV 车型，看到这台车的第一眼啊，还是会有很熟悉的感觉。标志性的雷神大灯有点类似 EX90 的设计啊，不过呢，它是不可以开合的，真正的灯组是在这个位置啊。再来看整个前脸。 它的设计呢是很独特，也很有辨识度的。中间呢，沃尔沃的 logo， 它的边缘是可以发光的，也很符合它纯电车型的一个身份。那再来看这个点阵式的格栅啊，这些由密到疏的金属点缀是可以发亮的。当你夜晚靠近车辆或者离车落锁的时候，那个仪式感真的太强了。 再往后呢，这边是一个双 A 柱的设计。其实真正的 A 柱是这个啊，又粗又大，所以安全性大家不用担心。那这根细的呢，其实是连接两个玻璃的一个衔接啊，而且呢，它很好的解决了驾驶过程中 A 柱盲区的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细节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前门也是电吸的。 那至于车身尺寸方面呢，我就不说了，直接上表格打在屏幕上面。它的轴距呢是超过了3.2米，相比于雷魔法、埃魔法，除了车高以外，它其他方面都会更有优势。然后呢，它的尾灯是这种横条加竖条的一个设计，设计灵感呢来自于建筑。点亮的时候呢，也是会有灯语的，包括它中间的这几个沃尔沃的字母也是可以发亮的，所以整个尾部的一个精致感还是比较强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去车内看看 ，Let's go。 进入到车内呢，它依然是这种很简约的北欧风格，但是在光线以及材质的应用上面，就很凸显出这台车的高级感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它的座椅用到了 Nappa 的真皮，而且还是全立面的，所以当你的手摸上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很软，而且很有质感。另外呢，我喜欢的水晶挡把也没有缺席。OK， 那我们再看前面，它给了你这种实木的一个材质，很凸显那种豪华的高级感，包括门板两边也会有这种实木的材质，而且内部呢还会有氛围灯往外透出来，有一种科技和自然结合的感觉。沃尔沃相比于其他豪华品牌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他们对豪华的理解。 不仅仅是设计啊，更多的是在于健康和安全。那包括车内婴儿和孕妇可接触级的环保材料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，这个就太重要了。那当然了，作为一台豪华 MPV 车型，第二排的体验才是尤为重要的。咱们去体验一下。 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这台车的第二排，可以看到啊，它中间是没有过道的，所以这个座椅是真的很宽，坐上来之后呢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而且呢，它的填充物厚度也很适中。那另外呢，功能性方面也很全。打开这个手枕之后，上面会有一排实体按键，你可以控制你的座椅通风、加热这些，而且还有一个一键躺倒模式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有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环境。那如果你想办公的话呢，打开你右手边的这个手枕，里面呢会有一个小桌板，它用的是这种皮质和金属的材质。 哇，质感真的很无敌啊！而且它这个角度是可以固定的，就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有一个 iPad 的话，哎，你这样放着呢会更加的方便一点。上面呢还有一个小电视啊，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。那除了正常的娱乐性之外呢，旁边还会有一个摄像头，毕竟当老板的都比较忙嘛。如果你想进行一些视频会议，也是完全 OK 的，确实很方便啊。另外呢，后门的门板上面也给到了这种实木的材质，上面呢会有这种透光的触摸式的一个按键。 它可以控制车窗、车门以及这样连的一个开关，然后旁边呢会有一个小钟表，点开之后呢，里面可以控制风向的调节、空调的开关以及风速的一些调节，确实很方便。而且它车底用的也是这种毛茸茸的材质，摸起来的手感真的很舒服。再配合这种氛围灯啊，整个后排会给你一种 北欧会客厅的感觉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，这台车它用到了21个宝华韦健的音响，包括前排头枕后面都有，所以它的一个音响效果我还是很期待，大家听一下。那刚才呢，我们也说了，中间是没有过道的，所以第三排的上车方式呢是在这里。
会有一个一键放倒，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，而且打开之后，它的一个角度呢是比较大的。像我一个1.8米的成年男生啊，是可以直接横着进去的。进来之后呢，第3排的一个空间对于我来说中规中矩吧，那腿部空间并不会有很大。如果你说短途的乘坐几个小时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呢，在功能性方面，我觉得第3排做的也很到位啊。这边呢会有一个 Type C 的充电接口，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杯架，以及它的一个空调开启以及角度的一个调节。我觉得这些细节方面真的是蛮打动我的。另外呢，它的一个后排座椅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，所以你还是能有一个很舒服的靠背角度。那再看这个位置啊，它会有一个儿童座椅的一个接口，你可以把你的小孩放在第3排，而且它第3排座椅离后备箱尾门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安全性方面完全不用担心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小总结啊。作为一台豪华的 MPV 车型，沃尔沃 EM90不管是舒适性、安全性以及豪华感的营造上做的都很不错。所以如果你有80万的预算，你会考虑这台车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是王栋，咱们下期见。